那当时让你出去是让你回香港去拿什么？拿那个电脑资料啊，那里面有一些邮寄的名单嘛，名单里面也有一些是中宣部的、国安的、公安的，还有副省长也有。就是他们从你这买书的记录邮寄过去，写出来是没有标示，但是我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哦。他们想根据这个名单去查什么人，找一些他们麻烦，所以我后来想了一下，我不应该这样做啊！你出卖人家嘛，这个资料是保密的嘛。香港有一个隐私条例，你不能把你的资料给人家，那个是违法。所以我也，你等于是说你把这个资料给他们去出卖人家嘛。但后来是2015年的。大概是11月初，已经把那个书店收购，跟李波买下来。买下来以后就可以拿钥匙去书店把那个资料 copy。后来11月底的话，打开电脑给我看，我吓了一跳，他怎么可能有书店资料？我非常担心的是不是有人出卖我们？是不是大陆派人去书店把那个东西偷偷带出来？后来我回去香港才知道，原来是11月初的时候，他找李波把那个书店买下来。所以里面的东西他都可以拿得手下。11月底就给我看。那后来他本身已经有资料的话，为什么还要把电脑带回去？他后来跟我解释，因为里面的东西书是我寄的，资料是我打上去的。然后是我把那个电脑带过去，可以做一个很有力的一个检控。但是你要我带过去，等于是我还要出卖人家嘛。所以我后来在想，不应该跟他们合作。还有他放我出来香港的话，当然是我想法不一样。我后来在香港看那个手机，看了2个晚上才明白过来，书店发生什么事情。关起来什么都不知道了嘛。你当时我看他让你去拿这个资料的时候，你就直接跟那个民主党的议员联系了，是吧？没有，他要我拿资料的话是，我要去李波那个办公室在北角嘛。先第一次去按他的意思去找李波拿那个电脑嘛。当时在想很多东西了，也跟李波聊过一下。聊了以后，把那个电脑带回去酒店。后来打开一看，哎，不对头啊，那个电脑那么大，拿错。因为书店有三个电脑嘛。那个资料在我用开的是我自己那个电脑的。本来是打电话给那个江宏罗那个姓许的陪我回去香港。后来想了一下，先不打电话，因为打电话他要我赶快要换。换我明天要回去中国大陆。回去香港的时候，他跟我本身是说我跟他要求是留2天，我要接在香港嘛，很久没见过，他还想见他，还有一个老师有病，我也想见他，我说多留1天。他刚开始是说可以，后来回去香港的时候，前一天他就跟我说改变，我不能留在香港太久。拿了电脑资料，第2天中午要回去。所以我说我在想你没有承诺啊！你忽然间跟我说你不能留在香港，我说没有道理，我就想，你关了我8个月，都回去香港的时候才跟我说要改变，这个你以前那个承诺在哪里？我很不高兴，但是我没做声，我说好啊。回去香港刚好是他拿错那个电脑，老天都帮我啊！其实当时也知道发生一些事情，但是还是不太很清楚，很乱，因为他那个网络上那个新闻报道是没有按时间安排的嘛，是
乱的掉处的。要搞清楚的话，花很长时间，要搞清这个事情什么时候发生，有什么关系。但是明天要回去了嘛，我在想这个电脑反正是里面没有资料啊，我晚上等到12点才打电话给他，来不及换嘛，我只是7点钟左右已经知道，后来我先出去逛，香港有个庙街那个夜市，我们跑过去看，因为很久没有去看了一个晚上，回去酒店11点多才打电话给他。就说我现在打开那个报纸包起来那个电脑拿错啊，许先生怎么办？他来不及换嘛，没办法，也多留一天。你多留一天，我就有时间嘛，我就可以思考这个问题。所以你看，老天都帮我。那个晚上也在看电脑，后来搞清楚。第一天早上吃个东西，也要到11点，应该是1点半吧，拿那个电脑给他们，还没决定，没办法跑出去也要抽烟，抽了3口，在想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因为把那个电脑带回去？其实我不想带回去，因为我知道就等于是出卖人家嘛，就思考很多问题。当时如果你要把电脑给他们，他还会把你放回香港吗？他以前跟我说再关3个月，再关3个月。在宁波待3个月。只要你配合他们是吧？但是你出卖人家的东西，我放不下。还有我在香港发生这个事情，我知道李波当时是应该是给在香港带走。中国政府是违法他对香港的承诺嘛，1国2制，法律不一样，怎么可能派人过来绑架把人带走？这个是违法。我当时很不爽啊！你答应香港人的事情都违法。还有一个出卖人家，我在考量是不是我公开这个事情，我的同事会怎么样？他是不是会受牵连是吧？对，我也担心。但是我也有，我当时给关押起来的是，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去大陆去看我的女朋友啊，他后来也把我的女朋友关起来，也关了也关了大概是3个月。在深圳吧，是吧？后来送过去宁波，我也知道，因为看守的人跟我说，你的女朋友是不是很喜欢吃那个干妈酱啊？老干妈，对吧？老干妈是干妈酱。老干妈，老干妈嘛。他说他偷偷跟我说，你女朋友是不是喜欢看那个老干妈？我记得他喜欢吃，他是湖南的嘛。我说是啊，所以我就知道，他其实那个看守的年轻人对我很好。他知道我这个情况了，就偷偷跟我说，所以我就知道他在另一个房间。因为我有一些书是交给他，再转过去中国大陆。就他从海关背过去是吧？我从香港先寄去深圳。他在深圳再寄。再转，因为你自己寄的话，很多会没收。我知道有个时候香港寄去北京、上海、东北会很多都没收的。但是寄去广东、寄去深圳是不什么检查，所以我先给我女朋友，让她再转过去。等于她也被你牵连了。对啊，这个我没想到啊，我也被抓起来了。对不起啊。也被抓起来了。对啊，后来他也发现，他也没做什么事。我也公开说，书是有一些是叫我女朋友寄的。后来是大概也关了3个月。后来还有联系吗？女朋友？怎么联系啊？我不给他回去。那个通讯手机那个号码全部取消掉。QQ 就是那个 QQ 啊，当时是，我这个袋子是日本人寄过来的。这个 QQ 是吧？对啊。都是我跟我女朋友就是通过那个悄悄联络。这个袋子本身是没有了，后来我都不知道。不知道了。是日本那个记者过来访谈的话，他发现以前他过来书店卖书嘛，有个袋子在日本，他后来带过来送给我，做个纪念。那你联系不上了，跟女朋友是吧？
没办法联系啊，我打电话给他，后来不通。哦其实当时他也答应，他没有答应我可以跟他联络。后来我去香港的话，因为我还有他那个号码嘛，打电话给他，他把那个电话也取消掉。那后来怎么是下决心，就是觉得就是一定要把这公开了，也不把这个东西交给中共的警察？第二天的什么时候？一个是最重要，当然是我不想出卖人家，我放不下，这个违反我那个做人的价值啦。因为你出卖人家怎么说还是不应该做的，所以我没办法放下。再想了一下，中国大陆是把人绑走这个事情要公开嘛，还有当时有一些香港人出来抗议嘛。游行示威说中国大陆就把香港人绑走，派人过来，这个是违法。所以我发现香港人很关注这个书店。等于是说这个事情不是书店的问题了，整个香港的问题。所以我才想到应该要跑出来讲清楚。那你下面讲的话，后果想清楚了吗？哪里有时间啊？我出去想了一个晚上想不通，吃完东西要10点半在九龙塘转车，我要聊他大概是1点到1点半左右，他说我迟到那个可能是后果很严重，你看这个压力多大，要那么短的时间就决定是去还是不去，我的朋友是什么问题？我的女朋友可能是出什么问题？我不做心的话，香港人要面对什么问题？都在想，一直在想。所以你看，我拼命抽烟，转得很快，后来没办法。所以你说后果是怎么样，哪里不想得到？但是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应该要出来讲清楚。先做这个事情，因为我现在可以做，我回去的话做不了。就刚好是差不多11点了，10点45分以后了，我记不清楚，因为一定是迟到的了。反正都迟到了，不然的话，先留在香港。后来他要我带那个电脑了嘛。他们没给你打电话吗？换了，他说手机有监控啊，打电话。我那个手机不敢用啊。那个小米的手机，我在宁波的时候，他交给我的嘛。它里面有监控。所以我在香港也一直不敢用那个电话。所以后来在香港那个电话打过一次电话是去路边有一个电话亭，后来发现那个电话亭都坏掉，去捷运，后来没办法去一个2楼书店，因为我是搞书印信那个老板的嘛，我叫他打电话，那个老板见到我不肯做信。他认识你，老板是吧？他知道书店发生什么事情，我也失踪啊，他不肯做信，他说好，就让我打。所以打一个电话也很麻烦。所以在那个九龙塘决定不回去的话，我把那个手机关掉。我怕他打电话过来问找你的话，你觉得你压力可能承受不住。所以你看，我怕的要把先关掉，我发现不行，先关掉。5個月就係一個大概200零，可能唔足300條咁，24小時。咁2個一組嘅6組人，24小時輪流嚟看情況，讓我失去自由。我想請問，究竟呢啲係
好像提供我嘅支持，需要嘅居留。咁美其名就話我係監視居住，我連行出一步半步都冇，我只能夠日日睇住個天，孤立無援。我想整中國政府有關嘅，除咗我解釋啲，因為呢件事已經唔係淨係我個人或者係環村嘅事，亦就係全體香港人嘅人要做自由空間。开了记者会以后，回去我姐姐家里嘛，那他们有电话追过来吗？没有。没有，后来拿了一个手机跟我的姐姐的小孩了，帮他拿出来了那个手机，把它弄掉，不敢打开啊，怕他们找我。那个时候开始担心了，那个时候才开始担心。那你搞完记者会之后，那警察有没有事后跟你联系过？说你为什么不回来？你怎么？我手机已经打烂了，也可能是关掉，我记不清楚。原来那个电话有追踪的嘛。所以为什么要破坏它？原来一直开那个记者会都放在里面。我其实应该是担心他追踪。那后来他们也没有通过其他途径跟你联系？没有。我都公开了，怎么样？你还想我怎么样？你联络我也不怕你啊。香港人叫反台嘛，对吧？翻台。我就跟你反台。有怕过吗？后来？我去我姐姐家里的话，有一次回去的时候，刚刚是开完那个记者会嘛，另外有访谈，要回去我姐姐家里。上面有一个开那个拍照的一个拍照相的一个老板，他可能是看新闻知道是我，所以我姐姐也住在上面嘛，也跟他很熟。第一天，他就跟我姐夫说有看见昨天有7、8个人跟着我。回去那个我姐姐家里，我不知道啊。他看见我给人跟踪的话是6月29号，但是我姐夫知道这个事情是没有做心，到了6月30号晚上才跟我说，因为7月1号我答应那个传媒要出去游行嘛，香港是7月1号是出去游行的嘛，所以他6月30号才跟我说，我吓了一跳，因为你有7、8个人跟着我，肯定是跟李波一样给再把你绑架嘛，再把你弄回去是吧？可能是7人车啦，7人车你知道嘛？7人车很大的，可以坐7个人，可以7个人把我带走，没人敢做声。那个晚上6月30号本来是7月1号出去嘛，我发现不行啊，出去的话一定绑走啊。所以很紧张，叫警察过来说我有什么问题，警察不理我。后来我打电话给那个民主党嘛，那个何俊仁安排他的朋友同事派2个汽车，等到早上7月1号就保护我。汽车开了不久，这个后面有电单车跟着我。真的有电单车跟着。后来因为我民主党派2个汽车，2个人1人1个。我就开始的时候奇怪，为什么派2个汽车，应该1部就可以嘛。后来然后后面，他们民主党里面很有经验，我们先在前面开，他另一个在后面。发现后面有人跟踪，后面那个车就挡住他。他们很有经验。后来我们离开的时候，后面那个车就把那个电单车那个司机让他停下来，就问他为什么要跟踪
那个订单车说他是消防局的，他好奇想看看。你相信吗？收钱做。那个时候我发现在香港已经很难待下去，因为太不安全了，是吧？太不安全了，是吧？但是警察也不理啊。就随时有可能还被他们给抓回到内地去，是吧？已经发生了嘛，李国已经带走了。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在想这个问题。后来每一次出去的话，发现有人跟踪，挺不容易的。我说你挺不容易的，还好了，现在，起码做的事情自己没有违反我的良知嘛，对吧？但是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没有什么代价，我现在不是比以前更好，但是现在留在香港更惨啊，是吧？刚开始拿那个旅游观光那个证件嘛，然后你要续嘛，续3个月以后，续3个月等于是半年要离开台湾去德国，德国刚好是他们安排我去德国了 ，OK， 1个礼拜，刚好是德国有个法兰克福书展嘛，待了1个礼拜。然后再回来台湾，才可以，对，好麻烦。可以了哈。可以。上一次電視台過嚟拍咧就冇乜嘢嘅。佢知唔知點解咁緊張？佢而家叫我要去桃園呢一區嗰度攞嗰個身份證咯，但係就係30日裏邊。而家唔攞住啦，趕嚟趕去費事啦。因為我以為佢而家就可以攞身份證嘅，原來唔係。那在台湾这个地方有那种疏离感吗？还是到这来就觉得这是自己？这边也有香港的朋友，也有一些对我非常好的台湾朋友。那现在除了做书店以外，在台湾还做什么都没做？没做，不想做。不想做。以前都会写一些文章。这2年还有病嘛？要看看医生。现在享受一下。你比方我今天不需要你访谈的话，我出去运动啊。运动去了对吗？做什么运动去呢？单车啊。单车有的时候去夏天比较热去游泳啊。身体还蛮好哈。你做运动就好，医生也照顾得很好。对呀。好像你书店开的时候，蔡英文总统还来了还有。赖清德也过来是吧？都来支持你们是吧？他聊一下了聊一下了就台湾社会对你还是挺好的，应该说我也在台湾也不是什么事都不做叫民众要支持台湾政府民进党我也跟他们站台嘛喜欢这个地方要保护这个地方你比较支持民进党是吧？理念比较接近，我们认同那个自由民主它是一个民主国家，当然是认同你比方那个国民党，我发现他们本身跟中国大陆是一样那民众党呢？现在这个民众党也是一个亲中的大家也知道，他不是说2个一家亲怎么可能会2个一家亲？一个是独裁政权，一个是民主，怎么可能是2个一家亲？你觉得这不可能，势同水火是吧？
中国大陆是一个过去旧的文化，它那个文化是没有人权观念的，你知道吗？它只有国家观念。当然，他老是说要来爱国，不跟人谈你有人权啊，你没有权利，你只是给统治而已嘛。台湾的不一样，首先它的基础是人权嘛，不是国家观念嘛，人权高于主权那个，你看那个，夏威夷已经说了吧，人权高于主权嘛，对吧？你看那个两岸一家亲，你不谈这块不是有问题吗？你这还都是违法了，现在香港。这都是香港那个反送中的时候的一些标语是吧？他们送过来。他们送过来你就挂到这儿了哈。那个报纸是最后一份嘛。苹果。苹果日报现在也没了，这报纸也没了。对呀，关起来了，老板。对。你比方我也主张台湾独立啊，有独立才有自由嘛。不要老是大一统。那你主张台湾独立是吧？有自由才有独立才有自由啊。统一首先的思想要统一，对吗？思想统一哪里有自由？哪里有自由思想？所以为什么我主张独立？独立的目的不是为了独立，是为了自由。中国的文化主张为什么要大一统啊？它有独裁才大一统啊。都不允许你有自由思想。所以独立不是为了独立，是为了自由。你看中国最自由是什么时代？建国嘛。后来都没有自由了。几千年。分离是应该分离才有独立，才有自由。这个欧洲就是嘛，不同的文化都存在。中国大陆只有一种文化。是的，自由非常重要，没错。你离开中国也是为了自由啊，不然他可以给你访谈。当然，你要出去要独立，你经济要独立。是的。你思想才要独立，你做事情才可以独立嘛。是的。你为什么要离开中国？还跟我其实一样。跟你是一样的。对啊。对。其实我们从某种角度来讲，命运都差不多，只不过我没抓起来，没被抓起来。抓起来也好，你有这个经历，你知道什么叫恐惧，对吧？我的做法很多人不理解，比方前天才有朋友问我为什么你以前抽烟，说要戒掉就戒掉。我说你给关过起来，你发现说很多事情其实很容易解决的，不是问题。没有自由是最大的问题。是的，跟这个自由比起来，这个什么都不重要。有这个早餐吗？一个招牌吗？对，这个热咖啡。热咖啡。你要3合1的还是美式咖啡？黑咖啡。加奶加糖。90块。没有吗？所以你说去那个茶餐厅，第一个贵，不便宜；第二个味道去来去去差不多。有朋友有的时候过来看我嘛，到一些茶餐厅那个饭，太难吃，也不好意思说，我自己弄的可能更好。这个就是我以前住的地方，你去过了吗？那个时候我17岁嘛，当时在这边长大，学校都是小学的地方，真的太上课的地方。我住在这边，在后面去小学，在后面天台读书，这个就最清楚。这就是天台这个学校读小学。
们在这边玩了，这边就是看很多那个漫画。哦，漫画嘛，那个时候有几家都是一个系列都是漫画店。我们在这边读书，有的时候跑过来看漫画，然后出来玩，然后在这边回去家嘛，很快乐那个时候。你是把这些照片都收起来，收藏起来？这个自己小的地方嘛，不能回去啊，看看照片啊。